大家好，我是云飞。小米手环10，大家满意不？我们也是做了小米之家详细的开箱分享，而我自己买的普通版小米手环10也用了快2个礼拜了，大家一直催我做它的详细分享，那咱们这就来聊一聊目前这个状态下的小米手环10。用了这么些天，我是真的再次体验到了小米最强的穿戴设备，别的可能还说不了是最强，但手环这个产品在我眼里是只有小米。那么我们点收藏转发，正式开始今天的正片。我是很早就在给大家做小米手环的分享，作为一个老手环的玩家，我们可以来瞧瞧这些年手环的变化。这是手环4 NFC， 我的第一个有视频记录的手环，它是方形的屏幕，还有一个按钮，但它的帧率是真有60。手环7上面老观众应该知道这个印子的来源，再就是手环8、手环9，然后是我们的主角小米手环10，这一代终于是4边等宽了。再回去看手环8、9的这个大下巴。有了对比之后，是真的觉得丑。虽然看上去这代有点挤牙膏，但在视觉的观感统一是真好。而且在外观上，这次的材质有了挺多的选择。目前的普通版是磨砂的金属，然后新增了陶瓷材质。别说我在开箱的时候用的就是陶瓷版，质感是真的挺不错的，而且夏天摸着冰冰的挺好。然后重量方面也会有差别，陶瓷是23克，普通版是16克，这个如何选择就看大家自己的情况。而另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NFC 和普通版本有什么区别，怎么选择？那还是有非常多的区别的。个人强烈推荐买 NFC 版。米家开箱我用的是陶瓷 NFC， 自己购买的是特意购买了普通版，实际发现还是会有些区别。普通版没有小爱，你就无法直接唤醒小爱去帮你操作米家设备，也无法快速的进入手环的一些功能。然后 NFC 版本有支付宝的碰一碰功能，不过这个功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用。据大家说是需要到支付宝的界面才可以成功的刷，而不是大家想的直接到卡机那边直接就可以刷。不过这个也合理，毕竟碰一碰就刷走了，还是有点不太安全。但目前这个方式还是有点麻烦了。另一个大的区别就是 NFC 功能了，它可以刷电梯、刷公交卡，这个还是蛮有用的。不过现在大家的手机一般都有 NFC 功能，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还有一个应用的区别，那就是录音机。NFC 版本它才有录音机，而且这次的录音机是可以把录音文件直接传到手机录音机里面了，实用性是大大的提升。不过不能后台录音，只能息屏录音，所以实际看上去只有 NFC 功能的区别，但用上来区别还是挺大的。要我推荐，还是推荐买 NFC 版本的。选完了版本，我们来详细的展开说说这次的小米手环10。首先还是外观属性方面，它的表盘在此前加入付费功能之后是非常之丰富了。除了官方预设的一些高质量的表盘之外，有很多优秀的设计师表盘都非常的精美。官方表盘大多数都是有那种多颜色的搭配，而这个需要我们在表盘的编辑界面设置，或者在手机 APP 里面直接设置。而设计师表盘大多是精美的，都需要我们付费。不过讲真的，也是非常的高级好看。然后官方也是推出了运动会员，第一个月是9块9，所有的付费表盘都可以直接使用。第2个月的价格是19块9，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也算是开始推动付费，丰富表盘生态了。个人觉得当表盘来说还是有点小贵，不过它除了表盘之外，其实主要的用途还是来看这个会员课，这样看下来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好奇一下，这个有多少观众是买了的？可以在弹幕说一下。表盘方面，我们依然可以米谈，晚点我会出教程，喜欢折腾玩耍的到时候可以来看。而说到表盘，我们来讲讲它的息屏亮度。我个人觉得目前小米手环10的息屏亮度还行，不亮也不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需求的，而且也不耗电。这个手环只有时间信息，我是很赞同的。但是 S4 手表上面只有个时间信息就不太 nice 了，所以还是说小米的手环是真的棒。而且这代手环10，它最高亮度是来到了1500尼特，在大白天、大太阳下都是可以看清的，这点是真挺好。再就是我从去年到今年都是一直在体验各种手表，经常佩戴的也都是手表，所以再次佩戴手环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再次狠狠的感受到它那种轻弱无物的感觉，就还是非常舒服的。对于佩戴智能手表就是为了看看心率、血氧、步数、睡眠的用户来说，小米手环绝对是上乘之选。在运动的时候，你一入神都感觉不到手里还有东西，但依然在室外运动的时候还是需要携带手机，因为手环10依然没有 GPS， 运动轨迹记录啥的就还是需要和手机连接，不带手机出去跑步暂时就别想了，那个还是用手表或者说等手环10 Pro。 不过好消息是它支持蓝牙心率广播了，而且手环9也顺带吃到了更新，也一起 OTA 了。这对于使用其他运动 APP 的用户来说就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 Keep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位置藏得有点深，我们可以来实际的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如何连接 Keep 匹配咱们这个手环10的心率广播。点击到设置里面去把心率广播给开启，
那这里就开启了。我们到 Keep 里面随便点击一个运动，然后这里会有一个装备，我们点击。然后装备这里，它这里有一个推荐使用，这个我们不管，我们选择咱们这里的智能设备，这里选择添加，点击添加之后，我们在这里选择其他心率设备。哎，这里一看，这里就会有一些附近的设备，就比如说这个小米手环10，那我们点击连接，来，它就连上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心率。比如说我现在放到手上，第一个动作屈臂向，然后咱们的手机就可以直接记录到我们的这个心率了，非常的简单啊。那结束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停止广播点一下就行了。而在运动方面，项目肯定是非常足的。然后此前 S4 15周年纪念的这个超长跑步，其实我也佩戴了手环10，可以简单对比一下数据。你别说，还是有点差别的。要不我们详细来测一下？因为支持心率广播，这就和我手里的佳明飞耐10 8来对比一下。因为佳明的手表跑者都在用，这个我们就假定它准确。我们来看看这个心率的数据对比，这是我们记录的全程的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对比。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全程，它其实和佳明的飞耐10 8它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中间是因为我喝了一下水，然后它这边有一点区别。我个人觉得它心率的一致性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具体啊，所以我们后面再来详细的对比一下。刚才我们对比了佳明的飞耐10 8和小米手环10，发现它们的这个心率一致性其实还蛮不错的，但中间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所以我们又整了心率带。那我们对比这3个，看看它们的这个心率一致性到底如何，刚好也来验证一下。把它们都开启这个心率广播，打开心率广播，心率广播都开启，这个也开了，这里开启，好。都开始记了，然后这依然是我们全程录屏，又增加了一个录像，可以看到我实时在干什么。这次是加了一个心率带啊。从我们这个实时的这个心率的对比来看，小米手环10、飞耐10 8还有心率带都保持了高度超级高度的一致。我们来到它们的一个曲线图，就小米手环10这个准确度，真的讲真的，就这个价格，你买一个心率带的就差不多了。小米手环10是绝对值得的。它这个心率准确度真的很准啊，但是我们看他们的一个表格的实时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小米手环10它那个数据是断断续续的，它并没有佳明和心率带那样每秒都能够实时的发送过来，它是会隔一点点发送，所以它的精度相对的精度可能没有他们高。接下来就是它的运动识别，它的运动识别是和小米手表 S4 15周年应该是一个算法，因为在测试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时间检测到的，这点大家就偷着乐吧，和手表一个待遇。然后它的运动识别是需要自己手动确认开启的，而且这次还新增了运动结束的一个提醒，就是识别到你运动结束之后，它会震动一下，这点还挺好的。当然需不需要你可以自己在设置里面开启和关闭。然后这次它最大的升级就是支持了米家状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目前有很多个状态，生理状态、运动状态、电量状态，对于手环来说是真的很够了。那么我们来实际的试一下，我是设置了午睡关灯，然后醒来开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实际测试还是很给力的。虽然这次睡眠的时间不长，但还是准确的执行了指令。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这个睡眠时间啊。那它这里有一个24分钟的零星小睡，然后它也正确识别到了我们的这个指令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记录。你看，场景日志，小米手环10醒来，然后米家的这个灯就开启，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08，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滞后。睡着就关闭，然后醒来就开灯，挺好的，就可以实现人和米家生态的自动联动，且是和我们的睡眠状态挂钩，这点是真的生态打击。像会在家里运动的，其实就可以设置运动开始和结束的自动化，这其实就非常香了。建议米家生态都买一个试试，有非常多的玩法。而睡眠方面和佳明手表对比，然后结合我实际的记忆来给一个主观的数据，小米手环10的睡眠记录就还是不错的。当然它会有一些入睡时间和醒来时间的小误差，但误差不大，基本在几分钟内，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挺好的。这个
深睡眠、浅睡眠就参考一下就行，不需要太去焦虑这个数据。而午睡方面，检测是挺准的，可以记录到，但这个长短就依然是会有误差。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不动了，久了它也会自动记录到。这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手环，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毕竟苹果还不一定能够记录到我这短短的午睡。对了，目前还支持自己手动修改上床的时间，而且现在这个睡眠下面还有一个时间轴，里面有卧床时间了，然后也有闹钟响的一个时间，连睡了多久的回笼觉都可以看到，这点就很 nice。APP 里面也支持了横屏查看数据，在健康专业度上至少 UI 是跟上了，这点也好评。这里提一嘴，小米手环10也有健康研究，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还挺有用的。而其他的健康方面，可以开启全天的心率、血氧、压力都蛮好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简单来看一下精准度。和医用的指压心率计简单来对比一下。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心率血氧。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心率，我们就不测了，直接看血氧啊，都是97啊，96，这个应该误差不大。那97，校准中97。96，然后心率我们会有那个心率带，然后和其他的测试，那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是他说是83次1分，87、86，所以说85、84、83，我操，小米手环这个心率准确度是真的高哎，真的高。我来运动一下，我做几个深蹲，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心率的这个变化，直观的变化啊。好，来了几个深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心率的，哎，它怎么退出了？97、98、99，就基本是一致的啊。就是它检测的精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是时间没有那么快，但基本上都是准确的，这点是真的挺不错的。而其他方面可能就稍微碎一点，我来慢慢和大家讲。其实它的升级有很多点，不过就是藏的比较深，要有上一代才好对比。首先它是升级了指南针的功能，除了可以直接点击进入使用，它还支持放在首页的卡片里面，对于有需求的用户是真的很方便。而左右滑动目前来说改动了一些东西，左侧变成了控制中心，且可以下拉，而右边目前是直接改成上面我说的这个卡片，是挺好的。有很多应用都可以直接添加成卡片，滑到对应的位置就可以直接使用。当然左右还是循环的啊。卡片部件是可以添加5个，且部分部件它是有2种形态。这个相对于手环9之前可以设置2个部件来说，可以说有好有坏吧。一个是信息显示更具体了，也更统一；而另一个的话就是它没办法显示更多种信息了。这个大家可以说说你们喜不喜欢。然后就是在细节上，手环10因为性能和显示的这个面积都更大了，所以在设置里面它新增了图标，看起来是更精致了。对比手环9，呼吸训练也有新的模式和图标，但勿扰模式目前是不会同步手机了，不知道是不是不做这个功能的开关，还是目前还没做好。震动方面也可以自己自定义震动的频率和强度，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在系统设置的震动模式里面，来电提醒，玩具之家，添加震动模式，强、中、弱，它是可以组合起来的。好，停止，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它的震动是非常强的。而其他方面，其实我在开箱的时候也都讲过了，像小米汽车车钥匙、比亚迪车钥匙、NFC 版本它都是支持的，而其他的官方小程序它也是有的，可以直接在应用里面下载。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有哪些应用，目前的这些应用应该是够我们无聊的时候玩了。
当然，我们也依然可以在米团自己折腾更多，晚点视频见。而到这其实就已经是视频的尾声了。最重要的续航，我个人保守估计有6到7天，在全开的状态下 ，AOD 息屏、显示智能、其他的运动检测啥的都开启，然后里面我也运动了几次，打了乒乓球之类的，这个续航我认为是很给力的。关掉一些不需要的，完完全全可以延长一些时间，1个礼拜肯定是足足的。总结来看，这样一个小小的手环，它给了我们等距的边框、金属的材质、够亮的屏幕、够好用的系统，然后还有米系的生态。这个手环这个价格，我是真觉得没啥缺点了，这就是最好的手环，而且流畅度也是给足了。上几代我们还可以说有那么一些卡顿，这一代是完全不需要操心这个，是真的很流畅。和手表来对比的话，我觉得是2个团队做出来的东西。手环我是真的强推，不过要我说下一代加点啥功能，应该就是一个好用的手势控制了。不过我觉得有点悬，特别是控制续航和定位，这应该是手环 Pro 干的事情，你们怎么看呢？希望我的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小米手环10，我是真的很喜欢，买了用户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实际的使用感受，这会帮助到更多想要购买它的朋友。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你们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